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们第2节课讲完了第1章简单句，第2章并列句，咱们这一章开始讲，不就是语法和长难句吗？第3章也是我们从句的首秀，叫做什么东西？叫做名词和名词性从句。名词和名词性从句部分，咱们已经开始正式接触从句了。同学们听的是有认真的听。一共包括几个板块？一、名词，对，咱们介绍一下名词是干嘛的。第2个讲的是名词性从句，第3个讲是名词性从句的考点分析，3个板块。好，咱们正式开始讲了。咱们讲的是，名词能做什么成分？对，咱们第一个讲的问题是名词能做什么成分？比如说你不是讲名词性从句，你先别问我，咱们就从名词能做什么成分开始引入什么叫名词性从句，好不好？来，名词能做什么成分？一，名词可以做的是主语，比如举个例子，这部电影很 encouraging， 什么意思？激励人心的，鼓舞人心的。我下面讲的是《肖申克的救赎》这个电影，你不要说你看过哈，一部电影不看过4遍5遍，你都不配你说你看过。所以很多同学都说刘老师，我听过你讲课，哎呀，不听个至少3遍长难句，你根本都听不懂我们在讲什么东西。就你那听课的状态，摸这倒那儿，我也听完了简单句，我也听完了并列句，学会了吗？是吗？The movie is encouraging， 名词充当主语，这部电影很鼓舞人心。所以在你身处低谷的时候，没事看一下这部电影吧。好，第2个是 I appreciate the hero， 我欣赏男演员。hero 可以翻译英雄，也可以翻译男主人公。好，第一个是名词做的是主语啊，很容易啊。第2个名词做的是宾语啊 ，appreciate 是个实义动词，这是名词做宾语啊。那名词还能做什么语呢？好 ，he's a tough guy， 他是个 tough guy， 坚强的人。A tough guy， 被判处2次终身监禁，但是依然对生活充满希望。主系表，这是名词充当表语 ，a tough guy， 他是一个坚强的人，名词充当表语。那名词还能做什么语？我喜欢这部电影，哪部电影 ？Shawshank， 就是它的发音就是它的音 ，Shawshank。Redemption， 救赎，叫肖申克的救赎。我喜欢这部电影《肖申克的救赎》。这不是也是个名词吗？刘老师 ，redemption 是个名词 ，Shawshank 是个定语来修饰 redemption， 对，就这个名词做什么语？同外语。你可能从来都没听过这4个3个字儿，叫同外语，字面意思同样位置的语。真的，它和 the movie 是同样位置。the movie 就是肖申克的救赎，肖申克的救赎就是这个 movie， 所以是同外语呀。好，咱们先不讲什么叫同外语，我们再来说一下名词这一辈子干了什么事儿。答：做了4个成分。1. 名词充当主语。2. 名词充当宾语。3. 名词充当表语。4. 名词充当同外语。因为同外语同学们比较陌生，主语、宾语、表语你很熟，所以允许我补充一下同外语的用法，让你对同外语有个初步认识，好不好？来补充一下同外语，这纯属补充内容。1. 什么是同外语？你先写一下。1. 什么是同外语？写解释名词的成分就是同外语，就是同外语是用来解释名词的。同外语是用来解释名词的，就是同外语。那刘老师，你给我举几个例子？当然要举例子了，比如说大雁太漂亮了，主系表结构。大雁是谁呢？我的妻子。大雁逗号 My wife is so beautiful 句号。我的妻子就在解释大雁啊，大雁就是我的妻子呀。名词是同外语是解释名词的，那同外语只能出现在名词后啊，刘老师是同外语只能在名词后出现，其他地方出现不了同外语。那你再来一个，刘老师，我们中国人民是勤劳勇敢的，咱先不说中国人民，先说我们 ，We are brave and hardworking， 我们是勤劳勇敢的。We are brave and hardworking， 我们是勤劳勇敢的。我们是谁？逗号 Chinese people， 逗号。我们就是中国人民，中国人民就是我们。好，这叫名词做同外语，是不是？中国人来解释我们的，对吗？听懂同外语了吗？就是用来解释名词的成分。那刘老师，这个为什么解释代词？因为代词就是替代名词出现东西呀，所以代词就相当于名词呀，是不是？所以同外语是解释名词的成分。如果你觉得我说的不够严格，你可以写同外语就是用来解释名词或代词的成分。因为代词已经替代某个名词出现的，好吧？那刘老师，什么可以做同外语呢？那同外语的成分都是什么词呢？1. 什么是同外语？说完了，解释名词或代词成分。那谁可以做同外语呢？1. 代词可以做同外语啊。我忍受不了我前面那个女生了，谁？她 ，her，
就是我前面那个女生，我前面那个女生就是她。一代词做同外语，二名词做同外语。铁锤，铁锤是谁 ？A handsome boy， 一个帅气的男生 ，never fails to fascinate me， 从来没有失败的吸引过我。那有铁锤每次都能成功的吸引我的眼球。铁锤 ，A handsome boy， 逗号 ，never fails to fascinate me。好，名词做同外语。那刘老师还能做同外语？三。所以你不要写动名词和不定式，你就写成非外语做同外语，因为非外语什么都能做，除了谁不能做？除了外语不能做，非外语什么都能做呀？我喜欢这项运动，刘老师哪项运动？打篮球呀。Playing basketball 就在解释 this sport 呀。非外语做同外语。再举个例子，他有一个梦想，什么梦想呢？环游整个世界。环游整个世界就是动词不定式在做追梦同外语。他有什么梦想呢？环游全世界，所以环游全世界就是他的梦想，他的梦想就是环游全世界，所以三非外语动词做同外语。还有谁？刘老师，我不讲你也听过同外语从句样吗？从句做同外语啊。The news that， 好，来1、2、3 ，Our women volleyball team had won the championship。好，这是什么语？快点儿，这个消息咱们先读主语是这个消息，外语是鼓励了我们所有人。The news encouraged us all greatly。这个消息鼓舞了所有人。这个消息是什么？我们的女排赢得了冠军 ，championship。咱们 champion 这个单词你应该很熟吧？世界杯的主题曲，好几年前那个 ，Go Go Go， 阿来阿来阿来，上，因为嘲笑我 ，We are the champion， We are the champion， 我们就是冠军。好，我们的女排赢得了冠军，这个消息鼓舞了我们每一个人。你可能写不对，同学们，但是你应该明显知道这是从句做同外语吧？引导词加句子不是个从句吗？从句做同外语叫同外语从句啊。怎么那么像定语从句啊？先别问，讲到咱们再说。对，你就认为是这个从句做同外语，所以这一辈子能做同外语的成分是名词、代词、非外语动词和从句，是吗？好，4个成分做同外语，咱们试一下，练习2个，好不好？来，开始了啊！坚持是成功的关键。你发现那钥匙也行，钥匙就是很关键的嘛，是吧？坚持是成功的关键，给谁加同外语？答：要么名词，要么代词，否则也不能乱加呀。那就坚持了呗，刘老师啊。那坚持是个什么东西呢？好，坚持逗号 a positive attitude， 一个非常积极的态度。Persistence 逗号 a positive attitude 逗号 is the key to our success。坚持逗号一个积极的态度逗号是成功的关键，所以 a positive attitude 做了 persistence 的同外语，是吗，同学们？是不是明显加个同位觉得明显很高端？是不是很好看的多，同学们？好，再来一个，这个是 The Forbidden City， 知道什么东西吗？故宫、紫禁城。紫禁城普通老百姓是禁止进入的一个城。紫禁城 receive tens of millions of tourists every year。告诉给谁加同外语？紫禁城。紫禁城在咱们中国人民心中是个什么东西？是个什么地方？皇帝居住的房子可以 ，a forbidden city 逗号，那可不是一个房子，同学们，一群房子，是不是？一群 ，a host of 房子 houses， 是不是？被皇帝所用的 used by the， 会写皇帝吗？同学们 ，emperor 不会，国王 king， 可以呀。紫禁城 a host of houses used by the king 可以呀。那刘老师你写的是什么？好，咱们的书上写的是 The Forbidden City 的话 ，one of the famous tourist attractions in China， 是中国最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Tourist attraction 翻译成旅游景点。Tourist attraction 旅游景点是中国最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紫禁城每年要收到很多的游客，每年要接收很多的游客。这个写的没这个好看，刘老师都行，他们都是同外语，只是每个人解析的方式不一样而已，好不好？好，这叫同外语解释名词的成分，都听懂了吗？其实不用再举例子，你也听懂了吗？ We should support our domestic products， 这是我们英语儿考的是，我们应该支持国货。所以不要总是对中国的产品这样骨头里头挑刺儿，你知道吗？华为还没出过手机，你看骂的呀！你不想买你就不买，
还有人说送我都不要。同学们，我告诉你，如果你觉得你是一个非常正直善良的人，不被别人理解，无数个人在背后黑你、骂你、说你，你千万不要解释。因为有时候我也会录一些小视频，比如我说录个小视频，我说疫情前不是那个很多考研的学生嘛，我说如果你生病了，没关系，不要太在乎这个事儿，你越在乎越影响你考试。很多学生那都得在乎，那就是很影响考试，那为什么不在乎？我就要在乎。同学们，我告诉你，我为什么说他没事儿，说考前阳了也没事，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个事你越在意，它越影响你。所以这一辈子打倒你的一定是你最在意的东西。你跟自己说，哎呀，反正也死不了，就这样嘛，进去嘛，其实也没有太影响发挥。对，你把它看淡一点儿。哟，那底下把我骂的呀，你不影响我影响，我就。所以当你确定你没有做错的时候，当你确定你还是个正直善良的人的时候，当别人在辱骂你、说你、背后鼓捣你、最后怎么整你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解释。你千万不要解释。我告诉你为什么你一定不要解释。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其实很多人不想知道真相，别人不想知道到底你善良还是不善良，别人不想知道，他们只想吃个瓜。你的解释没有人听，所以当你用心用肺去解释的时候，没有人听，你心里难受吗？一，别人只想吃个瓜，你误会了，别人没有较真儿，骂你他也是闹着玩的，你以为呀？二，你是一个声音，骂你的人是100万个人，你的声音早都被淹没在100万个人当中了。你的声音太小了，你歇斯底里的喊，你都喊得断气了，别人听不见，因为太多人在骂你了，他们的声音把你的声音给彻底淹没了。所以没什么意思。我就想跟你说，碰到委屈的时候，你只要觉得你做的是对的，你没有心术不正，你没有对不起什么人，别人的误会就让他误会去吧。为什么让别人理解你？别人都能理解你，你太浅薄了吧？是吗，同学们？做自己就行了。来，我们应该支持国货，所以我每次见到网上骂华为，我都很生气。我跟华为没关系，我就跟你说，喜欢这个产品就买，不喜欢不买，骂它干嘛呢？你说产品多得很，我说的对吗，朋友们？你说卖7000贵了，你不买不就行了吗？那 LV 的包那一个能卖几千万，它值那个不是几千万，几十万，它值那个钱吗？你不爱买，你不买不就行了？你骂他干？哦，你没骂。因为网上的网友，就你看到那些引导你思维的人，那些评价的人，80%以内都是初中毕业生。我没有看不起初中毕业生，我就说他们可能闲得太多事没有可干了，朋友们，你千万不要被他们引导着去思考，朋友们，有自己的判断力。你看我们6级作文考过几次了，说网络虚假信息太多了，很多人很难识别，你怎么识别自己的信息？你识别它干嘛呀？你那么关注别人的生活干嘛呀？做好自己不就行了吗？6级考个高分，考研考上，把自己的研究做得非常的极致，该做的事儿有自己的兴趣爱好，你管那么多别人的事干嘛呀？哪个明星吸毒被抓了，管你什么事儿？国家整他。哪个管你什么事儿？所以你每天手机上看的所有东西，99%跟你的人生成长没有一点关系。每天陶醉在别人的世界中，看着别人的故事，做别人生活的看客，做自己生活的主角吧。回来吧，朋友们，你的生活再一地鸡毛，这也是你的生活呀。骂这个骂那一个，来吧，我们应该支持国货。来，1、2、3，我们是谁？我们是谁？我儿子不能支持国货，因为他没有钱，得有消费能力呀。我们是谁？中国的消费者，应该支持我们的国货了。好，写完了。刘老师，我学会了。好，你学会就很好，这就是同外语。所以同外语不算我们正式讲的一个内容，它只是个补充内容，听懂了啊？我们刚才只是讲了名词能充当什么成分，答名词这一辈子能充当4个成分：1主语，2宾语，3表语，4同外语。什么是同外语？解释名词的成分啊。刚才刘老师举了好几个例子呀，你可以再回头复习一下呀。所以名词这一辈子干了4件事情。好，那咱们开始讲什么是名词性从句。刘老师，什么是名词性从句？跟那个什么是名词性从句跟那个有关系吗？跟名词能做什么什么有关系吗？别问。好，什么是名词性从句？请看黑板。首先，咱们先讲一下什么叫从句。咱们先不讲什么叫名词性从句。从句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从句呀。句子是什么东西呢？主谓呀。
对，有主语有谓语就是句子呀。那从是从哪接的？引导词呀。所以从句就是引导词加句子。对，从句就是引导词加句子，没问题啊。刚才其实咱们在并列句和简单句都见识了很多次了，从句就是引导词加句子呀。那什么是名词性从句呢？听不懂？来，请看这句话 ：What I saw last night is encouraging。刚才说的是 the movie， 这个电影令人震撼，这个电影非常激励人心。我现在改成了 What I saw last night， 我昨天所看到的 is encouraging， 鼓舞人心。刚才是名词充当主语，我现在写成这是什么充当主语？主语是 I 呀，谓语是 saw 呀，有主语有谓语，前面加个引导词，引导词加主，那不就是引导词加句子，不就是从句吗？这不是从句在做主语吗？对，这就是从句在做主语，它的名字叫做1、2、3说主语从句。刘老师为什么用 what？ 这你不需要管，这是我讲的课，你别管，你就听。你现在听没听懂？这是个从句做主语，引导词加句子。听懂了？主语从句。好，第二个是，还记得第二个吗，同学们？刚才我说的，我欣赏那个男主人公 the hero， 是不是他妈跟你说 as a hero？ 我欣赏那个男主人公，主谓宾结构。那这什么做宾语啊？这是名词做宾语，这什么做宾语 ？What the hero said in the movie？ 我欣赏这个男演员在电影里面说的话。引导词是 what， 主语是 the hero， 谓语是 said， 那不是句子吗？引导词加句子不是从句吗？从句放到 appreciate 后面，从句放到一个实义动词的后面做宾语，给它起个名字吧，宾语从句。好，刚才是名词做宾语，现在是从句做宾语。同学们，我一定要说一下，你觉得那个《肖申克的救赎》男主人公说的哪句话最激励你？我忘了，刘老师。所以你不看2遍3遍，你怎么会看过这部电影呢？同学们，叫做我最感动我的是那一幕，他不是在那个监狱的图书馆工作吗？他给那些犯人放音乐，是不是？结果被监狱长很生气，把他给抓起来，把他禁闭，关禁闭关了1个月，1个月放出来以后，他在那吃饭。所以周围这几个人看着他都 amazing， 非常的吃惊，说人家关禁闭关1天出来都要疯了，你关了1个月出来，怎么什么事都没有？安迪就说了一句话，他就说 hope， 希望，就内心有光，内心只要有希望，在什么地方都不重要，出来以后都跟正常人一样，叫希望。他们人生一定要有 hope 这束光。我欣赏男主人公说的话，这叫从句做宾语，叫什么从句？再说一遍，宾语从句。好，继续来。好，这个叫做安迪，就那个男主人公意思。我刚才我说他是一个 tough guy， 是不是同学们？他是个坚强的人，是这样讲的吧？这是名词做表语。Andy is a tough guy 是个名词做表语，这个变成了，这是什么做表语？赶紧帮我看看。Who 是个引导词，句子的主语是谓，谓语是 should learn from， 主谓前面加个引导词，从句，从句做表语 ，is 系动词后面是表语呀，从句做表语，给它起个名字吧，表语从句呀。好，再举个例子，最后，刚才我写的是我喜欢这个电影，逗号，肖申克的救赎 ，The Shawshank Redemption。现在我写的是我喜欢这部电影的情节。什么情节呢 ？That Andy saved himself with great ambition。安迪拯救了自己，用着伟大的志向，用伟大的志向拯救了自己。引导词 that， 主语是 Andy， 谓语是 saved， 不用看后面了。引导词加主谓就是已经是从句了。从句来解释 the plot of the movie， 这个电影的情节。从句再解释一个名词，从句，这不是同位语从句吗？刘老师啊，对呀。从句来做同位语解释 the plot 呀，所以是同位语从句呀。同学们，我已经讲完了什么是名词性从句，你听懂了吗？名词可以做主语，我从句也能做主语呀，我叫主语从句呀。从句能做宾语，我从句也能做宾语呀。名词能做表语，我从句也能做表语呀。名词能做同位语，我从句也能做同位语呀。所以什么叫名词性从句？讲完了。你名词能干的事儿我都能干，我就是名词性从句。好，记笔记，什么叫名词性从句？写吧，咱们一起说好不好？我猜你说的是，让我猜你说的
看我猜的准不准哈？我猜你说的是，就是充当名词的成分的从句就是名词性从句，是吗？说的非常好，但是还是不够土，咱们再直白一点，就这么来写更好了。记笔记，什么是名词性从句？名词在句子中能充当什么成分？名词在句子中能够充当什么成分？从句在句子中就也能充当什么成分？这就是名词性从句。名词在句子中能充当什么成分？从句在句子中就也能充当什么成分？这就是名词性从句。名词性从句一共分成4类，记笔记啊，不要看着我的美丽的脸，看着美丽一直看，不好意思，别笑啊，这一笑都露馅了嘛。名词性从，真的，我刚买了华为的手机，照相，他的美颜，他就说的是男士也可以美颜哦，下个了美颜相机，他说的男士也可以美颜，滚，你咋从那看出我是个男士来的？相机都分不清男女。不说了啊，刚才又说到哪了？你看。名词在句子中能够充当什么成分？从句就也能充当什么成分？这就是名词性从句。名词性从句一共包括4类，冒号一起说：主语从句、宾语从句、表语从句和同外语从句。好，写好了吗？好，现在我说名词性从句我已经讲完了，你同意吗？我听懂了，老师，同意。同一个烂头，动动脑子。我为什么不同意？那这个引导词为什么用 that 你知道吗？哎，我还真不知道。那这个引导词为什么用 who 为什么不用 that 你知道吗？我真不知道，刘老师。那这个引导词为什么用 what 不用 who 也不用 that？哎，我这对了吗？所以名词性从句我当然没讲完了。1. 名词在句子中能充当什么成分？2. 什么是名词性从句讲完了。3. 名词性从句的引导词，这是咱们这节课的核心。对，什么时候用 that， 什么时候用 what， 什么时候用 who， 什么时候好，名词性从句的引导词正式开始讲了。那名词性从句引导词，刘老师，那什么时候用 that？ 啥也别说，练习几个句子。第一句话写的是：铁锤能赢得这场比赛是很明显、很确定的。主语是铁锤能赢得这场比赛，谓语是，表语是确定的。是个非常明显的主系表结构。主语是铁锤能赢得这场比赛，显然是个句子在充当主语，对吗，同学们？好，我这样写对吗？铁锤 will win the competition is certain。主语是铁锤会影响这场比赛，谓语是 is， 表语是 certain， 对吗，大兄弟？主系表结构，你要敢说对，我立即倒在你面前碰瓷儿。为什么不对？这还能为什么？句子能做主语吗？不能，变成谁才能？从句。所以铁锤前面是一定要加个引导词的，加谁呢？加谁呢 ？that、which、who、whether、we， 我不知道。好，会的同学先憋住，咱们先等一会儿再说加谁。好，铁锤会赢得这场比赛是确定的。好。需要加个引导词才能变成从句，引导词加谁？等一会儿再说呀，急什么呀，同学们？慢慢来才更好，同学们听我的话。第2句话是铁锤能赢得这场比赛吗？依然是个问题。主语是铁锤能赢得这场比赛吗？谓语是，表语是问题，所以这是个主系表结构。铁锤能赢得这场比赛吗？是这样写的吗 ？Will 铁锤 win the competition？ 是不是很简单，同学们？陈述句不就是铁锤 will win the competition 吗？铁锤会赢得这场比赛 will 铁锤 win the competition， 没问题。谓语是，表语是 a question， 主系表结构。请问写对了吗？你可以不知道怎么改，但是你应该知道写对没有？当然不对了，因为一个句子怎么能做主语呢？必须在句子前面加个谁？引导词，变成从句才能做主语啊，刘老师。你说到这我都很开心了，你不需要告诉我加谁，我一会儿告诉你加谁。啊，听懂了，刘老师，加个引导词就对了。现在我不是不知道加谁吗？是。第3个是，铁锤为什么会赢得这场比赛是很明显的，给裁判送礼了呗，是不是？铁锤为什么能赢得这场比赛是显而易见的，主语是谁？铁锤为什么能赢得这场比赛？谓语是，
表语是明显的，也是个主系表结构。那铁锤为什么能赢得？Why can 铁锤 win the competition？ 这能写对吗？初中1年级或2年级学的。Why can 铁锤 win the competition？ 是 is 显而易见 self-evident。如果你只会写 obvious， 强烈推荐学会 self-evident， 明显的、显而易见的。这句话写对了吗？这不也是个句子吗？请问句子能做主语吗？不能，变成谁？从句。那说明需要在 why 前面加个引导词呗，刘老师。那加谁呢？我不知道。好，关子卖完了，咱们开始了，同学们。来，1、2、3，那第一个加谁？铁锤能赢得这场比赛，需要加个引导词，加谁？我看你说对了没有？大声说，1、2、3，看一起说 that。为什么加 that？ 先别问。第二个，铁锤能赢得这场比赛吗？来，1、2、3，加谁？加谁？加谁 ？Whether。为什么加 whether？ 先别问，等一会儿。第三个加谁 ？Why can 铁锤 win the competition is self-evident？ 为什么铁锤能赢得这场比赛是显而易见的？加 that， 刘若丹加完 that， 我觉得好奇怪呀。that why？Who why？ 我咋觉得 why 本身就是引导词，刘老师？但是至于为什么我也不知道，我觉得 why 就是引导词，被你蒙对了。why 本身就是引导词，所以不需要再加。你前面加谁都很搞笑。That why？Because why？Who why？ 所以 why 本身就是引导词，那就什么都不加，写对了呗，刘老师。那为什么这个什么都不加？那为什么第二个加 whether？ 为什么第一个加的是 that？ 好，我们什么也不说。你能听懂这3个从句的区别吗，同学们？我再读一遍，你就知道为什么第一个加 that， 第二个加 whether， 第三个加什么都不加。特殊疑问词本身就是引导词。好，我再读一遍，好吧？能不能听？第一句话是听好，铁锤能赢得这场比赛。第二句话是铁锤能赢得这场比赛吗？第三句话是铁锤为什么能赢得这场比赛？好，你听到3个从句的区别了吗？我再说一遍，第一句是铁锤能赢得这场比赛，第二句话是铁锤能赢得这场比赛吗？第三句话是铁锤为什么能赢得这场比赛？为什么？因为第一句话是陈述句。哦，刘儿，我听懂了，你的意思是不是这个意思？只要从句是个陈述句，永远都加 that。是不是从句只要是个一般疑问句，永远都加 whether？ 是不是从句只要是特殊疑问句，什么成分都不需要加，特殊疑问词就可以做引导词？是不是？是。我听懂啦，听懂了吗，同学们？好，记笔记，同学们，来开始写了。好，名词性从句的引导词是按照什么标准分的类？一共把引导词分成几类？铁锤能赢得这场比赛，铁锤能赢得这场比赛吗？铁锤为什么能赢得这场比赛？是按照从句的类型分的类，对不对？好，你写名词性从句的引导词是按照从句的类型分的类，一共把引导词分成3类，是按照从句的类型分的类，一共把引导词分成3类。小一谁？that， 小一 that， 当从句是陈述句时，小一 that， 当从句是陈述句时。好，写完以后写个句号，抬头看着我的脸。刘老师，你加了 that 翻译出来意思吗？同学们看 that 铁锤能够赢得这场比赛是显而易见的，你加了 that 有没有意思？没有意思。有没有做什么成分？没有做。你不信你来看吧，你们 that 不充当任何成分，没有任何意思的，你看吗？好，加了 that。一 that， 当从句是陈述句时，并且 that 在从句中不充当任何成分，也没有任何意思。并且 that 在从句中不充当任何成分，也没有任何意思。不信咱们读一下好不好？来，1、2、3。That 铁锤 will win the competition is certain。主系表结构，主语的主语是铁锤，谓语是 will win， 宾语是 the competition。That 什么成分都不做，也没有任何意思，那要它干嘛？去掉不行，去掉它都不是个从句了。
所以 that 只有一个作用，告诉你说孩子他是从句。所以此处的 that 只是告诉你它是个从句而已，但是不能去掉，一去掉就是句子充当主语了。我听懂了，刘老师。那你看这黑板这句话写对没？对了就说个对呗。That 铁锤 will win the competition is certain， 那就对了呗，没有任何问题，对了，对不对？好过。小二谁？小一 that 当从句是陈述句是小二 whether， 小二 whether 冒号当从句是一般疑问句式。上次有同学说我都分不清什么叫一般疑问句，什么叫特殊疑问句。陈述句、一般疑问句、特殊疑问句都分不清的同学，允许我说一句：什么叫陈述句？就是我说完你不需要回答，就我说完就说完了，叫陈述句，就加 that。如果我说完你需要用 yes or no 来回答，就是一般疑问句。如果我说完你必须用一个具体的东西来回答，就是特殊疑问句。比如说，我吃过饭了，你不需要回答，对不对？我吃过饭了，我只是在陈述事实，所以加 that。你吃过饭了吗？哎，你吃过饭了吗？一般疑问句，对，你吃过饭了吗？就是一般疑问句，因为我们需要用 yes or no 来回答。yes 吃过了 ，no 没吃过，就加 whether。你今天中午吃的什么，刘老师？刘老师，你今天中午吃的什么 ？yes。你中午吃的什么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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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你 no 你吃的 no 啊？你中午吃的什么？你要说我吃的苹果，我吃的牛肉，我吃的什么东西，对吗？所以陈述句就是不需要回答呀，一般疑问句用 yes or no 来回答呀，特殊疑问句要具体的内容来回答呀。上次同学说，那陈述句也可以回答，把我吓一跳。陈述句我说你怎么回答？他说你随便说一句。我当时说的什么我给忘了，比如说我喜欢喝水，他就说对对对对对，喝水好，对对对，哎呀要常喝水，对对对是是是，对对对，趋炎附势呀，变色龙写的就是你吧？这陈述句回答什么呀？疯了同学们？好，二记笔记，继续刚才差了一下题奏。二 whether 冒号当从句是一般疑问句时，还写 whether 有意思吗？that 不充当成分也没有意思 ，whether 有意思吗？写 whether 的意思翻译成是否，但是 whether 不充当成分。whether 的意思翻译成是否，但是不充当成分，你怎么知道？因为我这句话很完整 ，will 铁锤 win the competition 非常完整，我不差成分。whether 翻译成是否依然不充当成分，写好了吗？写好以后抬头看黑板，这句话对了没有？你只要说对，我就打个对号，拜拜，对不对 ？Whether will 铁锤 win the competition is still question， 对不对？你不需要用你们以前高中老师讲的知识，就用我讲的告诉我对不对？答显然不对。为什么不对？因为 whether 翻译成是否，这不是你说的告诉我翻译成是否吗 ？Will 铁锤 win the competition， 它是个一般疑问句，一般疑问句已经暗含了是否的意思，也就这句话有两个是否。是否铁锤赢得了这个比赛？同学们，你能听懂吗？一般疑问句自带了是否的意思。同学们，你听我说，你是大雁吗？同学们听，你是大雁吗？暗含的意思你是否是大雁？你吃饭了吗？暗含的意思你是否吃了饭？你喜欢大雁吗？你是否喜欢大雁？所以一般疑问句已经带了是否的意思，你又加个 whether， 俩是否，这在咱们中文中叫语病，语病叫做语义重复。那怎么办？把 whether 去掉。哇塞，你敢去掉 whether， 你疯了吧？从句必须得有引导词。那你说怎么办 ？whether 又不能去掉动谁？你只能把 will 铁锤 win the competition 变成不是一般疑问句，把这个句子的是否给消掉。那怎么办？一般疑问句变成不是一般疑问句呢？把 will 放到铁锤的后面不就行了吗？好，1、2、3，张开血盆大嘴读完。Whether 铁锤 will win the competition is still a question。好，再来一遍。Whether 铁锤 will win the competition is still a question。好，那就一个是否就对了，对吗，同学们？你刚才写好了吗？二 whether 当从句是一般疑问句式，并且 whether 翻译成是否 ，whether 在从句中依然不充当任何成分。你写过来了吗 ？Whether 铁锤 will， 千万不要写成 whether will 铁锤了哟。好，继续来。小三，同学们，你能写 why 吗？不能写吧？小三写什么东西？小三，所有的特殊疑问词，
小一 that， 小二 whether， 小三所有的特殊疑问词，冒号当从句是特殊疑问句时，当从句是特殊疑问句时。哦，那特殊疑问词可多了，刘老师，是不是 how long how much 什么 where who which 哦，那可多了，刘老师。对，所以特殊疑问词特别多。好，写好了吗？小三所有的特殊疑问词冒号当从句是特殊疑问句时。好，告诉我就写对了没有？对了我就打个逗号，拜拜啦，对不对？不对，为什么？因为 why 是为什么？当我写成铁锤为什么赢得这场比赛，我已经没有疑问的语气了。我是不是没有疑问的语气了？铁锤为什么能赢得这个是很明显的，我已经没有疑问的语气啦。你为什么给我写成一般疑问句的形式？当你把情态动词放在主语前面，你在疑问啊，我不需要疑问了，我就想说铁锤为什么赢得这场比赛是显而易见的，我没有问，所以依然把这个一般疑问句写成陈述句的形式，把 can 放到铁锤的后面。好，1、2、3读一遍，就是 Why 铁锤 can win the competition is self-evident。好，再读一遍 Why 铁锤 can win the competition is self-evident。好，说完了。好，咱们一起来说一遍。所以名词性从句的引导词是按照从句的类型分的类，一共把引导词分成3类。小一 that 一起说。当从句是陈述句时 that 不充当成分没有意思。小二 whether 当从句是一般疑问句时，并且 whether 也不充当成分，但它的意思反正是否。3所有特殊疑问词当从句是特殊疑问句时。还没写完，记笔记再记一个，并且英语中所有的从句一定是陈述句的形式，不光是名词性从句，我后期给你讲状语从句，我给你讲定语从句，他们记住，从句从来都是陈述句的形式，并且英语中的所有从句都是陈述句的形式。为什么？我已经解释的很好了，如果你想要再听，把咱们的视频往后倒一下，好不好？所有的从句都是陈述句的形式，也就是引导词加主语加谓语的形式，也就是引导词加主语加谓语的形式。我听懂了，刘老师，快点帮我练几个，趁热打铁练几个。好，咱们练几个句子，让你感受一下，好不好？哎呀，其实真的没那么难，英语本来就简单，你把咱们的课听得特别好，把单词背得很好。哎呀，英语就这个样子，老铁们，考个70来分还是没有太大问题的，考85分以上还需要挑战一下的。70分左右，正常人正常复习，好好学，沉静下来是可以，没有任何不用太费劲是可以实现的。我想知道人类为什么生活在地球上，主语是谁？我。谓语是谁？想知道。宾语是人类为什么生活在地球上，显然是一个从句充当宾语，是个宾语从句。引导词人类为什么 ？Why？ 所以就是 I 想知道是一个单词 wonder， 但是你也可以写成 want to know。I wonder， 人类为什么生活在地球上？引导词 Why， 加主语加谓语，主语是 humans。生活在地球上，谓语是 live on the earth。讲完了。I wonder why humans live on the earth. I wonder why humans live on the earth. 好，第一句话结束了。你写对了吗？好，跟我的黑板是一样也行，好吧？这你在后面写个小括号，宾语从句。不建议你在书上画了呢，就你觉得你懂了，你还写不来。所以我为什么黑板上帮你幻灯片写出来了？我依然带你写一遍，就是让你感受一下过程是怎么来的。第二句话是外星人存在与否真的很重要，是吧？万一天来到地球上怪吓人的奥特曼星球，是不是吗？外星人是存在与否，谓语是真的很重要，显然没有谓语。当一句话没有谓语，就加 is 做谓语呗，所以 is 谓语真的很重要。表语这是个主系表结构，主语是一个从句在做主语，引导词是谁？外星人是否存在 whether。外星人会写吗 ？alien。存在会写吗 ？exist。is 真的很重要 ，really important 我不写了。
Whether alien exists is really important 写对了吗？主系表结构有问题，问题出在哪儿？问题出在可数名词不能单独使用，他们这个错误你犯多少次了 ？aliens， 所以写完应该是 Whether aliens exist is really important， 请在这句话的后面写上小括号主语从句，没问题吧？所以英语有那么难吗？主语从句。好，继续来。这句话特别喜欢和你分享。当你身处低谷时，周围的人会对你很冷漠，是显而易见的。主语是谁？当你身处低谷时，周围的人会对你很冷漠，是主语。谓语是，表语是显而易见的，显然是一个句子在充当主语。句子是不能充当主语的，所以我要在前面加个什么词？引导词。加谁呢？当你身处低谷时，周围的人会对你很冷漠。加 that 呀，刘老师。好 ，that， 那就是 that 周围的人会对你很冷漠。when 你处在低谷时，是不是呢？来，周围的人，周围的人我也不会写呀。The people around you 可以 ，that 对吗？我写的是 every， 好不好 ？individual 前头的个体 ，individual 可以吧，朋友们 ？Around you， 这是个介词短语做定语，这个是我们后期会讲。Around you 是介词短语在修饰每一个人，你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对你很冷漠，意思冷漠呢会写吗 ？Indifferent， 漠不关心的，冷漠的。To you， 这能写对吗，朋友们 ？That every individual around you is indifferent to you。当你身处低谷时，什么叫身处低谷？如果你写的就是当你失败的时候。好，那你写，那我会写。When you are 会写吗 ？In low points， 在低点的时候。That every individual around you is indifferent to you when you are in low points。可以吗，朋友们？当你身处低谷时，很多人对你很冷漠，是意思显而易见，我不写了 ，obvious。Self-evident 不是刚讲了吗？也可以呀。是吗？这是由 that 引导的一个主语从句。为什么写成 that 呢？因为它是个陈述句啊，刘老师。好，结束了。所以黄渤说过一句话，说的很好，说当你成功的时候，周围全是鲜花掌声，你会发现周围的人都很善良、很热情对你。当你身处低谷时，你会发现你连一个朋友都没有，是吗？所以我就想说，同学们，什么都不重要。把自己变得强大很重要，不要随便为了谁放弃考研。我男朋友上一次跟同学说，我男朋友不想让我考研，他想回去找工作，让我陪他回去找工作，不让我考研。说刘老师我怎么办？我特别想考研，但是我男朋友就说不要考研，如果我考研就跟我分手，那就分手。对吗？这是一件事，他不想让你变得优秀。以后你们俩结完婚，你有很多次展示自己的机会，他都不会让你出来的。真正的爱情一定是让彼此变得更优秀，成就彼此。怎么真正的爱情是相互拉彼此的后腿呢？我跟我老公当年研究生毕业找工作的时候，我就跟他说，谁先找到好工作，我们都没有去想过，就谁先找到另一方，就很自然的跟着他走呀，从来没想过一方找到另一方分手，没想过这事儿，朋友们。我跟你说，为了谁你都不要放弃你自己的成长，切记我说的话。为了男朋友，你妈说让你回到小城镇工作，你就永远在小城镇工作，再也没有走出来。你可以在大城市工作，挣到很多钱，然后在小城市给你妈买上房子，把你妈接到身边去。但是一定不要为了别人放弃自己的成长。首先，你一辈子都不甘心，一辈子活在懊悔当中。其次，真正你放弃那么多，回去的时候，别人觉得你是理所应当的。再说你出去也混不出来。所以，成就谁都不是成就你自己的呀。写好了吗？写好了，这是有 that 引导的主语从句，没问题啊，不解释了。好，第四句话同学们写的是有点靠下了，看得见哈。他们全家人当初为什么离开河南去西藏，至今为止都是一个谜。主语是他们全家人为什么当初离开河南去新疆，谓语是，表语是一个谜。那至今为止是什么意思？至今为止 so far 是个状语，是个时间，放在句末句首都可以。
他们全家人为什么当初离开河南去新疆？显然是一个有 why 引导的一个什么从句？有 why 引导的一个主语从句。谓语是，表语是一个秘密，至今放到句末做表语，做状语。来吧，1、2、3，写到这个地方吧，同学们，好不好 ？Why they？ 他们全家我没写 ，their families 我没写 ，Why they 离开河南？好，直接看它的翻译吧，因为比较简单。来吧 ，Why his family left？Why his family 整个家庭 left 河南 for 新疆？我一定要解释一下，叫 leave somewhere for somewhere。离开某地去某地叫 leave somewhere for somewhere。离开某地去某地。你可不要写成 leave 河南 to 新疆，应该是 for。好，再解释一下，因为这个事儿已经过去了，所以你不能写成 leave， 应该写成 left。如果是你写，你会写错，同学们。Why his family left 河南 for 新疆？当初 at the beginning， 对，当初就是在开始的时候。为什么他们家人在开始的时候离开家乡，离开河南去新疆 ？Is a secret 是个谜。Until now， 直到现在，状语放到句末，这是有 why 引导的一个主语从句。上个句的所有例子你都应该会写，多读几遍。好，这句话是读书的目的是净化我们的灵魂，是毋庸置疑的。主语是谁？读书的目的是不是？谓语是谁？是干嘛？净化我们的灵魂。哦，刘老师啊，你说错啦。对，这一坨东西共同是主语，谓语是谁？是，表语是谁？毋庸置疑的。所以这是个主系表结构，显然是个从句充当主语。这个从句又是什么结构？主系表结构。主语是读书的目的，谓语是，表语是净化我们的灵魂。主语从句的引导词是谁呢？这是个陈述句，能看出来吗？读书的目的就是净化我们的灵魂，所以我们写的是 that。1、2、3 that 读书的目的。The purpose of reading， 我就写成 reading 都行了，一样的，同学们。Reading is to 净化，使纯洁，会写吗 ？Purify our 灵魂会写吗 ？Souls。That reading is to purify our souls 是毋庸置疑的，不就是显而易见、众所周知、毋庸置疑吗？叫你个新的叫 Beyond Dispute。Beyond 超越了 dispute 争论。超越争论就是别争了，毋庸置疑了。好，再读一遍。That reading is to purify our souls is beyond dispute。从句是陈述句，所以引导加 that 呀。我都听懂啦。好，是不是比刚开始听课的时候舒服多了？越来越舒服了，是不是？好，这句话是：有一天你会发现，事业、亲情、友情都比爱情重要。真的，朋友们。很快就发现了，我现在说你觉得我在上高调哈。有一天你会发现，主语是谁？你，谓语是谁？会发现。主语是你，谓语是会发现。有一天显然是个状语，放到句首句末都可以。你会发现，主谓结构。宾语是事业、亲情、友情都比爱情重要，显然是一个宾语从句，因为发现是个实义动词，它是个宾语从句。引导词用 that， 因为是个陈述句。有一天 ，someday。没问题吧，同学们？你会发现，你还没发现的呀。You will find 陈述句，引导词用 that 事业会写吗 ？Career 不可数哈。亲情呀，亲情我真的不会写亲情，亲情不会写你就写成家人呗。Families 会写吗 ？Families 家人，家人也不会写。父母会写吗 ？Parents 啊，这个会写。对呀，你就单词不会写都可以换成会的呀。事业不会写成工作呀 ，work。Families and 友情，友情不会写啊，友情会写呀。Friendship 你不会写 friendship， 朋友没有单词不会写，是你不够灵活。对吗？我会写亲情叫 kinship， 对 kinship 就叫亲情 ，and 友情叫 friendship。来，大声说，都比爱情重要。more 更重要 important。来，快点，爱情 than 爱情就写成 love 就可以，当名词讲可以翻译成爱情的。
好，写完了。主谓宾结构，宾语是由 that 引导的一个从句在做宾语。宾语从句又是个主系表结构，你看吗 ？Career, kinship and friendship 是三个名词做主语 ，are more important than love。好，第六句话说完了。宾语从句，第五句话主语从句。好，有一句吧，同学们，我正在思考我是否应该放弃考研，是吧？一碰到难点，算了，不考了。哎呀，太难了，找工作找了一段时间找的不顺，算了，还是考研吧。看了2天，说算了，不考了。同学们，我告诉你，你做什么事都会碰到难，咱们前面说过，对不对？所以碰到难的时候怎么办？把它克服掉，继续往前走。因为人生这一辈子往哪条路上走都会碰到难，就像你爬华山一样，你从哪个地方爬，可能这个地方没那么陡峭，到上面它也会陡峭，每条路都很难。你只要一想过放弃一次，你就会想放弃第二次，想的多了就放弃完了。主语是我，谓语是正在思考，我是否应该放弃考研，显然是个宾语从句，引导词是 whether， 写得很清晰啊。所以这句话咱们就一起写，我正在思考。比如说你咋没写成 I am thinking， 因为 thinking 太恶心了，教你个新单叫 reflect， 这个单词可以翻译成反应、反射，也可以翻译成反思、思考。reflecting， 我正在思考 whether I should， 我是否应该 whether I should give up， 研究生考试你可一定要会写哟，要不怎么考研呀？叫做 the postgraduate entrance examination。主谓宾结构，宾语是由 whether 引导的一个从句来做宾语。好，7，举了好多例子了，同学们，差不多了哈。咱们举了这个，下面咱们就不举了。对，你在书上自己看都行了，听懂都行了哈。很多人认为成功就是不惜任何代价去挣到很多钱，太多人这么认为了，是吗？来，主语是谁？很多人。谓语是谁？认为。宾语是谁？成功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挣到很多钱。宾语从句，刘老师认为是谓语，成功陈述句加 that， 那你写完就是很多人认为 that。 好，宾语从句的主语是谁？成功。谓语是谁？成功就是不惜任何代价挣到很多钱。谓语是，表语是谁？挣到很多钱。不惜任何代价放在句末是个状语 ，at any cost， 不惜一切代价，那就是很多人认为我不写了，你会写好不好 ？That 成功 success is to 挣到很多钱，会写吗 ？Make a lot of money， make a lot of money。Success is to make a lot of money， 不惜任何代价 ，at any cost。好，讲完了。Many people think that success is to make a lot of money at any cost。当然，状语你可能还是不是特别熟，没关系，我们后期还会说。你只需要知道这是由 that 引导的一个宾语从句就可以了，好不好？好，到此为止，咱们已经举完了。讲完了第一个点和第二个点。第一个点讲的是名词在句子中能充当什么成分，咱们第二个讲的是名词性从句。名词性从句也讲完了，同学们。名词性从句的引导词分成3类：1 that， 2 whether， 3所有特殊疑问词。可要注意，所有的从句都是陈述句的形式哟。那就名词性从句讲完了吗？刘老师是讲完了。所以3咱们讲的是什么？名词性从句的考点分析。